晕字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哎，你不要非法。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非法什么？多么希望和行。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仿佛这个世界上，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愈他。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唉，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什么名字？光宇。奶奶，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怎么了？爷爷做什么啦？他头晕2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晕的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吐什么的？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再买一些野生的河鸡鱼给你炖汤喝，好吧？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9点半差不多。啊，好，我们等你啊。老人家生病了。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2天不肯去医院，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什么？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B、C、D 呀。哎，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她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奶奶，小光，爷爷，哎呀，小光啊，哎呦，你们一直在院子里等啊？我刚到，你爷爷一早就等了。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宇森。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你好。你好，小林，你好。谢谢奶奶。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宇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没事儿，我又好了，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作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好，快进来吧。哎，小心。慢点。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你怎么知道？观察眼症，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来，您先坐起来啊。来，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还好。好。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房子都好像转了。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来，躺。来，
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就是啊，爷爷，你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有可能，所以爷爷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哦，你看得懂吗？有它呀。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你写了我也看不懂，我小时候家里困难嘛，没读书，不识字。那我和希光给您录一个视频。这个好，这个好。你录还是我录啊？陆小玲，奶奶，不是小玲，她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哎，来，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我就说嘛，家里有个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小玲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我去给你打下手。爷爷，你再休息一下，耳石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2天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对对对，爷爷你看电视嘛，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啊？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会无锡的。烧火呀、喂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好了，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哦。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
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信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蜀山汤。你多煽乎一点。我也试试温度。小光、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得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乖。谢谢。谢谢。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是。好吃。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那太好啦！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当然啦，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好，我都教你。是啊，教你。来，快吃。是，快。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小光回来了。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2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假的？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哎。
哦，那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摘了就送过去。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贵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行。那赚了，去掉还有剩。谢谢庞德啊，这位。这不是吴家的老二老三吗？天天跟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一开始我以为就老李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二、吴老三他们就冲进来了。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嗯？那什么，你爸欠了我们钱，我们来要账来了。胡说，成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今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去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记。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儿来闹什么闹啊？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得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哎，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走，阿青阿姐，我不是要找成远还钱，求你们行行好，让成远先把证找出来。我总计了22万了，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还有5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呢。哎呦，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我听说是成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接据上才是月息1分，他们都是2分呐。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不。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哎呦，老头子，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没事。奶奶，你先扶爷爷回房间吧。那这儿怎么办？这边有个吸管能处理，你放心。谢谢啊，小林。走吧，走。别担心，爷爷重新复位了一次，睡一会儿就没事了。别怕，小事情。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今天这些钱我清了，但是没有下一回。还有，
今天的事，要是在外面我听到一点风声，我……哎，行，算我们倒霉，这利息不要了，不要了。我不同意。牢里头他们的钱你得给，利息也给，按银行利息给，以后再问钱大顺要。但是这吴老二、吴老三还有他们这2个不能给。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妈，这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管了。你处理个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你再帮他还啊？你脑壳子坏掉了，真是的！我想来想去啊，只有报警了，让警察出面查清楚，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他这是诈骗，把他给抓起来！妈，我们回去说。什么回去说？妈，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今天这事被你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钱方平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看，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一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风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不许报！报！别报！我说报就报！哟！我没事，就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酒暂时喝不了了。没那回事，你是哪里听的谣言？行，我先挂了。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什么报警啊？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你也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你胡说什么啊？小光什么时候报警了？不是你们报的警。我听明白了，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吗？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呀？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你是猪油蒙了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了，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找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呐。小光，我们走。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远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
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叶希光，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车祸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作孽呀！真是作孽呀！你怎么来了？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妈，我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希光，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小林，对不住。阿姨，跟您和希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你妈妈知道这事吗？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那好吧，奶奶你怎么回去啊？给我安排车了。那我送你到车上。慢点啊。小玲啊，等那些事过去了，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好，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那我先走了，路上慢点。哎。我们吃个便饭吧。姐姐，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小林，进来吧，把这当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好的，阿姨。喏，这个呢是西光舅舅的拖鞋，你先穿一下，回头让西光给你买2双专用的。谢谢阿姨。我也可以自带。我们无锡还是有拖鞋卖的，不用你从上海。客房虽然是现成的，但是阿姨不在，你们2个得自己整理一下。西光，你帮小林拿下被子和枕头。那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留言，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我怕他一直对你有偏见，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你不发给我，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这样吗？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谢谢你。
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什么？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啊？会吗？你拎着那边，我看看。我看，真的耶！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这边应该在床头，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刚发现它这个3边都有花边呢，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好像是这样。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教唆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我的秘密基地。谢谢。走，我带你去看我妈妈种的花。那，看。我妈养的花主要是蝴蝶兰，你猜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喜欢？当然是因为好养，我妈只养得活这个。现在都5月了，蝴蝶兰还剩下这么多花朵，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她又不在，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我先练练，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西瓜，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没有不信任你，只是最近因为生病，心情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脾气。今天说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是都是无心的，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经历过。你外公？对。走，我们到楼下透透气。上次我跟你说过，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了。嗯。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
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什么誓言啊？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明明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雨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好。不过，有个关键点我要纠正一下。是什么呀？15岁的我，已经超过1.8米了，不是小小的。哎呀！待会儿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都有我。雨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
奶奶，我没事，我和雨森已经在回苏州的路上了，我们10点钟还有个会议。小光啊，你工作忙的话，别来回跑了哦。早上接到你爸爸的电话，他跟我认了个错，我和你爷爷这会儿还是来医院看他了。你爷爷说要骂他，到了看他这样子又不忍心了，自己生的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瞧着他今天倒是消停了很多，大概是你昨天骂了他一通，把他骂醒了，有点反省的意思哎。对他后续手术没什么影响就行。没影响，凡是好事。前几天他暴躁得很，脾气很坏，医生一直跟我们讲要稳定病人的情绪，安慰安慰他。可是我们说啥也没用啊。现在啊，阴差阳错的安静下来了，也不乱把火来。那就好。小光啊，有一件事奶奶一直想提，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什么事啊，奶奶你说。之前你说小林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奶奶想说，等那个杨医生过来了，是不是替我们跟杨医生沟通一下？我们什么也不懂呀，虽然有顾问，总是没小林自己人放心。可是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奶奶，雨森一直在帮爸爸看他的病历资料，给过很多意见。等手术方案来了，他也会帮忙看的。奶奶，不管是为了你们，还是曾经的医生道德，我都会尽力。小林啊，谢谢你啊！今天的会议不是征求意见，不需要讨论，我就是给大家展示展示最终的设计成果。老王好啊，好久没看你这么意气风发了。管他是哪里来的洋和尚，我现在有信心跟他拼一拼。汪总说得好，大家都提起劲儿，下周的开票大会我们铁定拿下。开标大会在苏州，下周6一大早，我们打算周5就去苏州住下。在苏州啊？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和雨森送您出征。那感情好，可惜封腾对参会人员有严格的限制，不然我都打算带你们一起去。那肯定不能冒险，盛信杰说不定盯着我们，想揪小辫子呢。万一被他举报违规废标就完蛋了。哎，可不行说这个啊！你们老年人就是迷信，你们年轻人呀，就是无知者无畏。啊，雨森今天怎么没来？他早上在公司加班，准备下个月部分设备入场的事情，下午还要去趟上海见脑机接口的席教授。他真打算去研究所啊？真的，他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不过厂里的事情也没有落下。那真是精力充沛啊！是哦，双开都不会累的，可能是永动机变的。啊，对，你爸怎么样了？手术也很久了啊，该出院了吧？还没出院，在医院做复健呢。哦，那恢复的怎么样？当时手术很成功，但是这个病是这样，哪怕肿瘤成功剥离了，听力还是会受到影响，应该无法恢复到从前了。但是能保留部分听力已经很幸运了，面瘫情况也好很多了。哎呀，你爸最要面子的一个人，肯定很难接受。还好，他现在情绪倒是蛮稳定的。也是，生了这么一场大病啊，总归会有些改变的。哎，聂总、老徐，我今天来呢是跟您汇报一下风投苏州智术中心的投标的事儿。哎，您看看。程远，小光来了。爸，你们先坐，吃点水果，我这边一点事情处理完啊。哎呦，你多休息啊，别管公司的事儿了。我不操心，就听个汇报。是阿姨，汪婉就说完了。
丰腾智术中心呢，它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6，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怎么了？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你又不参与，你避什么嫌？那也不好，毕竟我两边都认识，回头你们那边有什么信息泄露，怀疑我了怎么办？老徐，你先出去等一等。好。那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你这话是还在怪我上次的事？那天事发突然，爸爸是武断了一些，冤枉了你。我向你道歉。不是，的确避嫌一下比较好。程瑞根本就没有中标的可能，你避什么嫌？就算你把我们商务标的底价告诉了他们，按他们的实力，技术标也拿不到最高分。你怎么知道舅舅舅妈拿不到呢？实事求是啊！你看看这次竞标的，哪一个的实力不比程瑞强？盛远更是势在必得。最早，盛博凯还打电话给我，试图说服我围标。这不是违法的吗？你懂什么叫围标？当然了，不就是一群人把坑位占了，除了要夺标的那个，其他人技术标糊弄一下，商务标抱团报价，一起保一个吗？小的时候在饭桌上听你们说过。听几句就能理解，还真不容易啊！你果然是遗传了我的商业天赋。药油也是遗传妈妈。那你答应了？丰腾集团又不是吃素的，哪能这么轻易就让他们做这种小动作？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不过看在盛老爷子的面子上，只是私下警告了一番。盛博凯见一计不成，立刻重金请来了国际顶级建筑大师杜兰加盟。有这样的大师坐镇，程瑞拿什么跟人家比？就算不说盛远，我们远程在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底蕴，也不是程瑞可以比的。所以我说程瑞没有中标的可能，纯属商业判断。他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项目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希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要永远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让感情左右你的判断和决策。受教了。对，一会儿咱们到里边拿到会址啊。激光，你们送我们过来就行了，别在这儿等我们。这开标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进去就要上交手机，大家也联系不上。好，舅妈，商务标是不是也今天开？按招标文件上的说法，都是今天，这样最好。时间长了，也许有就有猫腻。那今天就能知道最终结果。对。他今天怎么不过来放话了？应该是怕了我们。看来是的。哎，真没意思。你们两个，好了，我们也进去了。你们两个听话，快回去。晚上苏州城里见。舅妈别担心，我们已经有安排了。行，那我们进去了。好，加油，舅妈。好，加油，王总。加油。我们有什么安排了？我怎么不知道？哦，是这样。附近有个楼盘，我有点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看房？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预谋已久。您好，是林先生和聂小姐是吧？是。
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2位介绍一下我们楼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墅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1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小区周边配套完整，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自住？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你还在光宇？我可以借些激光笔吗？哦，当然。第一次见习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要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2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您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说服他就好。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哎，来，请。应该还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我手机还被锁着。在这儿坐一会吧。A me non perdono. Il fu savoir reste digne.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陈瑞中标了，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你等着，静候佳音。吻
定发挥。常规操作。刚盛行节的意思是不是舅妈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西瓜，哎呀，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气急败坏的盛行节那里知道了。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人已经是开始过来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西光、小林，谢谢你们，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程瑞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太辛苦了。哎呀，不辛苦，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啊？买房？西光上次来看我的时候，你也在。现在看来，他那会早就参与到程瑞的设计方案中。当时，你看出来了吗？那会儿我很快出去了，没什么印象。所以你也没看出来。不怪你，他脸上是一点都不露啊。好，瞒得好。盛伯凯处心积虑要捧他儿子上位，没想到我女儿轻轻松松就把他拿捏了。不愧是我的女儿。正所谓虎父无犬女，这是家学渊源。不过盛远伯凯总那边会不会对你有意见？我远程也没中标，他能对我有什么意见啊？再说，儿子没用成这样，他以后在盛远的地位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两说呢。不用太在意，说点好听的话，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好。恭喜你。孙良约我小辉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呢？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他这样突然不告而别，整个人心里还怪难受的。对蓉蓉，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是啊，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也是，我也就不操心他了。我到你宿舍楼下了。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对，还有我的家长们。干杯！来，干杯！哎，庆祝我们拿下丰腾集团的大项目啊！来，坐一吃。阿云，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1杯。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3番5次的吗？对，你再让我。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你了。哎，那我呢？这事你又没参与，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这桩喜事儿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买房？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你别瞎嚷嚷。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1年。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看着离西光更近。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是的，阿姨。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具体点。哎，就是偶尔打游戏嘛。1毛也别想多。哦，对了，西光，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你怎么回的？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让啊。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承诺不欺，有难同当。来，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6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远经营得很不错啊。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你不必过谦。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你们做事很周全。改什么来着？光宇。是。小情侣的花样，不过比双远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外公，
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下您的意见。什么事啊？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希望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我明白，谢谢外公。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远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如果邢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半真半假。那先说假在哪里？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真呢？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丰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敞开了说。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邢秀？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怎么还没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跟他说一声。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我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
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还是你厉害。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邀请我吃饭。行呀，食堂我正好约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哎呀，不行，疯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当然不是。听着也不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听着也没有换人啊。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爷试试？没换。西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什么？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2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这也算啊？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啊不，1个月。怎么摆烂？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带我吗？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我更愿意当枕头。会拿零食的枕头。成交。